各位朋友，大家好。据说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口中已经含着一块玉。这块玉呢，就是在《红楼梦》中贾母把它称作是贾宝玉的命根子的那块通灵宝玉。那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刚出生的贾宝玉怎么口中会有一块玉呢？这块玉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这块玉很有可能是为贾宝玉接生的那位护士小姐的。不光是我这么认为，周围的很多人，包括护士小姐本人，都认为这块玉不应该是贾宝玉的。周围的人都觉得贾宝玉此人骨骼清奇，出手不凡，一语好人。而那位护士小姐也在向贾宝玉讨还那块玉。可是当贾宝玉不紧不慢地给周围人讲了一番这块玉的来历，讲了一个故事以后，周围的人一致认为这块玉就是贾宝玉的。那么贾宝玉到底说了什么故事呢？他是这样说的：话说远古时期，共工与祝融交战，共工战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上漏了一个大窟窿。有窟窿就一定要补，天帝呢就将这个活连工带料交给了当时的女娲娘娘。女娲看了看这个窟窿，估算了一下，算个整数吧，大概是需要36501块石头。这个数还真的挺整的。结果工程完工以后，却剩下了一块石头。女娲觉得这是个废材，就将它弃置在了青埂峰下。这块经女娲炼制过的有了灵性的石头，吸收了天地精华，后来又经过一僧一道的点化，渐渐的就更有灵性。有了灵性，自然也就有了忧愁。这块石头开始慨叹，自己明明是一块补天的料，却被弃置在了荒山之上。所以他开始希望有机会能够下到凡间，再经受一次尘世的洗礼。渴慕凡间的这块石头，现在就在等待着一个机缘。果然机缘就来了。赤霞宫的神瑛侍者也想下凡历劫。顺便说一句，神瑛的瑛字本身就是美玉的意思。神瑛侍者想下凡，但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又牵动了另一段姻缘。说神瑛侍者有一次外出，偶然间在西方灵河之畔的三生石边发现了一株绛珠草。他看到这只纤弱的绛珠草行将枯萎，于是善心大发，就将甘露浇于其上。以后他每日都以甘露浇灌这只绛珠草。时日一久，这株绛珠草每日得甘霖灌溉，又吸收日月的精华，最后竟然修成了正身，成了一个女体。这就是绛珠仙子。绛珠仙子知道神瑛侍者要下凡历劫，所以她也想随同前往。非常了解她的警幻仙子对她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这样做是想报答她的甘露灌溉之恩。而绛珠仙子却说，我没有甘露灌溉之恩，我无以为报，我只能用我一生的泪水来报答他。神瑛侍者下到凡间，就成了荣国府中的贾宝玉，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那块他口中所衔的通灵宝玉，以及愿用一生的泪水来报答他的绛珠仙子，人间的林黛玉。绛者红也，珠者泪也，绛珠者血泪也。这也就难怪为什么贾宝玉这么喜欢红色。他的住所叫怡红院，他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颜色的，他甚至喜欢吃胭脂，那是因为他的前世就喜欢红色，因为绛珠草就是红色的。难怪为什么林黛玉住的地方叫潇湘馆，潇湘让人想起了香妃竹上的斑斑泪痕。当贾宝玉讲完这段故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变得沉默了，似乎他们都为这个前世的木石前缘所感动。最受感动的可能还是那位护士小姐，她居然低声地哭泣了起来，因为她知道她的那块玉再也要不回来了。关于护士小姐的这一段是后世的也是姓贾的某个人胡诌的，所以大家一笑置之。关于林黛玉，很多的红学专家都认为她就是历史上的李香玉，
李香玉是李旭的孙子李鼎的女儿，因为李鼎夫妇早亡，后来李旭家又被抄了家，所以他就寄养在了贾府。《红楼梦》中的贾母实际上就是曹寅的夫人，曹寅的夫人是李旭的妹妹，所以贾母是姓李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胡诌了一个故事，说是一群老鼠商量着如何偷果子，果子中有花生、栗子、香鱼等等，其中一个最弱最小的老鼠却说他要偷香鱼，别人都嘲笑他说，香鱼这么大，你这么小，怎么偷？你怎么拿得动啊？这个小老鼠却说我会变身，我变身为香鱼，然后用分身法引导着其他的香鱼，这样咱们不就偷成了吗？其他的老鼠还是不信，说那你变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小老鼠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周围的老鼠都一片哄笑，说你变来变去，怎么变成了一个小姐了？而这个小老鼠却嘲讽他们说你们这些鼠辈真是没见识，你们只知道果子是香鱼，岂不知严苛的林老爷的小姐也是香鱼呢？这里说的严苛的林老爷指的就是林如海，历史上的李鼎，而香鱼实际上就是暗指李香玉，也就是林黛玉。那么既然曹府中的李香玉对应的就是贾府中的林黛玉的话，那么能与林黛玉共叙木石前缘的，也只能是曹府中的一个孙子辈的人物。那又能是谁呢？在《红楼梦》中，贾府只有一个孙子辈的人物，就是贾宝玉。而在历史上的曹府，曹寅的孙子，我们现在能够考证的也只有曹詹、曹雪芹一人。我们以前讲过，曹寅的儿子曹雍去世以后，康熙皇帝就让曹寅的侄子曹府做了曹寅的四子，继续担任江宁织造这一职务。曹府有没有儿子，这个史无可考，即使有的话，应该也与《红楼梦》这部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无论是历史上的曹家，还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能够与《红楼梦》这本书产生关系的孙子辈的人物，只有贾宝玉一人，对应的也就是曹家的曹詹、曹雪芹一人。其他的孙子如果有的话，那也是装的。那么曹詹、曹雪芹到底又是谁的儿子呢？是曹雍的还是曹府的？这方面呢还是有分歧的。红学大家胡适和周汝昌都认为曹雪芹是曹府的儿子，而还有一些红学家则认为他是曹雍的儿子。可是曹雍死的时候并没有儿子呀，那他这个儿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曹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儿子，那是因为曹雪芹是曹雍的遗父子。康熙54年，也就是曹雍死的那年，新任的家主曹府曾经给康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其中提到了他的嫂子马氏，就是曹雍的妻子，当时身怀6甲，而且还说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那么他的哥哥就有儿子继承香火了。那么曹雪芹有没有可能是出生在康熙54年或者是康熙55年呢？这个呢并没有直接的史料来证明，不过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我们只要知道曹雪芹是死于何年，而当时他又是多大年龄，就可以反推他出生的年份。关于曹雪芹死亡的年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呢差别不大，分别是乾隆27年、28年和29年。咱们就假定他是死于乾隆28年，那么他死的时候年龄多大呢？曹雪芹去世以后，他的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叫敦诚的，曾经写了一首诗悼念曹雪芹，其中有这样一句：40年华复杳冥。那也就是说曹雪芹活了40岁。而曹雪芹的另外一位好友叫张义全，他在一首悼念曹雪芹的诗的注中提到了这样一句：年未50而卒。那也就是说曹雪芹死的时候不到50岁，年未50，我们通常理解呢应该是45岁以上，不大可能是往下走，因为如果再往下的话，那就跟年薪10万以下时挣3000这个笑话差不多了。
按照第一种说法是4世而亡的话，那也就是说曹雪芹应该是出生在雍正2年。而如果按照第二种说法的话，那曹雪芹就是应该出生在康熙50几年。那么再结合刚才提到的那个在康熙54年曹府上的奏折，说他的嫂子当时身怀6甲，那么曹雪芹很可能就是那个出生在康熙54年的曹雍的遗父子。他去世的时候是48岁。曹家是在雍正6年被抄的，那么如果曹雪芹出生在雍正2年的话，那么曹家被抄的时候他应该只有4岁。这么小的年龄对于曹家的记忆应该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他笔下的《红楼梦》中的曹家应该大部分是别人的故事，或者是纯粹虚构的。而如果曹雪芹是生于康熙54年，那么曹家被抄的时候他已经是13岁了。古时的世家贵族子弟普遍早熟，5岁就已经开蒙了。13岁的时候，那他已经读了8年的书了，自然也就能够分辨很多事，记得很多事。而且在《红楼梦》中，大家可以看到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可以说是两小无猜，他们2个人可以一起躺在床上聊天，说明他们那时候年龄还很小，并没有什么男女之防。所以13岁这个年龄看起来也是合理的。《红楼梦》这部书除了作者曹雪芹以外，还有一个人物非常的重要，就是为这本书批注的脂砚斋。通过脂砚斋所做的注，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脂砚斋与曹雪芹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绝对不会是一般的朋友，他们很可能是亲人，而且是非常近的亲人。爱新觉罗玉瑞这位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忠实粉丝，同时又是曹雪芹生前好友的后代，一直潜心研究曹雪芹以及《红楼梦》。在他写的一本叫《早窗闲笔》的书中，曾经这样记载道：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书脂砚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亦其名曰《红楼梦》。这句话就明确地指出，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叔叔。那么如果曹雪芹是曹府的儿子的话，那么他的叔叔只能是曹雍，而曹雍早已经去世了，所以曹雪芹更大的可能是曹雍的儿子，曹雍的遗父子。当然了，关于脂砚斋到底是谁，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呢，我觉得红学家周岭先生的那句话还是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在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脂砚斋是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先相信这个明确的证据。曹家是在雍正6年被抄的，在这之后，曹雪芹就与他家中的女眷一起搬到了雍正皇帝开恩特意给他们留下的在北京的17半间房。这些女眷中有可能有曹雪芹的生母马氏，甚至还有可能有《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历史上曹寅的夫人。那么李香玉呢？她会去哪里？虽然说没有史料记载李香玉到底是去了哪里，但是呢，我们可以猜度一下，李香玉很有可能是随曹雪芹一起搬到了北京。原因有以下2点：第一，李香玉已经没有家人可以去投靠了。他的父亲早已过世，爷爷被发配到东北以后也病死了，家中的女眷也都被官府发售，自顾不暇，所以除了曹家以外，他根本没有别的亲人可以投靠。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嫁人呢？应该也不会，因为曹雪芹那时候只有13岁，李香玉又比曹雪芹小，还不到嫁人的年龄。况且李香玉是旗人，按照清朝的律令，旗人的女孩在14岁到16岁之间是不可以许配嫁人的，因为他们要参加选秀，让皇帝先挑，皇帝挑剩下了才能再行婚配。所以很有可能李香玉与曹雪芹是在北京共同生活了几年时间，这时候他们已经慢慢的长大，也许他们的爱情在北京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是年少时那种两小无猜的感觉了。更或许曹雪芹在撰写《红楼梦》的时候，将他们的这段感情又移植到了曹府未被抄家之前。至于李香玉最后的命运如何，我们已经是不得而知了，也许真的是泪尽而逝呢。
曹雪芹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写作《红楼梦》的。有些朋友认为《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写的，作者是另有其人。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曹府被抄的时候，曹雪芹还非常的年幼，最多不过只有13岁，甚至有可能只有4岁。他是不可能有这么深的生活体验的，他也不可能记住那么多的事情。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这部书来，说明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红楼梦》中有一定的自传体的性质，但它绝对不是自传，它毕竟还是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再者，曹家被抄的时候，曹雪芹很可能已经13岁，已经念了8年书，他的理解能力、记忆力已经远非幼童可比。况且他身边还有那位神秘的脂砚斋，脂砚斋又很可能是他的叔叔贾府。如果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他记不清的地方，贾府完全可以给他补充。除此以外，曹雪芹到了北京以后，并不是就流落于市井之流，他还是有着一群出身高贵的朋友。如果你翻看他的朋友圈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朋友很多都是当时的贵族。我们上期讲过，曹寅的女儿，也就是曹雪芹的姑姑，嫁给了当时的平郡王纳尔苏。雍正继位以后，纳尔苏被削爵逮捕，他的儿子福鹏继承了爵位。福鹏就是曹雪芹姑姑的儿子，那也就是曹雪芹的姑表兄。福鹏是乾隆的伴读，乾隆登基以后，他也得到了重用。他的生母曹寅的姑姑在家中也是尊贵无比，因为她是纳尔苏的嫡福晋，为纳尔苏生了4个儿子。有史料表明，曹家与平郡王府之间是过从甚密，所以很可能曹寅也是经常出入于平郡王府。此外，曹寅和纳兰性德在做康熙侍卫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同事，也是好朋友，叫富奈。富察氏富奈出身于富察氏，富奈后来娶了曹寅的妹妹，也就是曹雪芹的姑祖母为妻，所以曹雪芹与富察家也有来往。他的好朋友中就包括富察家的富察明义和富察明林。除此以外，爱新觉罗敦诚、爱新觉罗敦敏也都是曹雪芹的好友。这些人非富即贵，曹雪芹与他们交往难免会经常出入他们的府邸，所以当时贵族的生活面貌，曹雪芹耳熏目染，应该也知道不少。这些都有可能在他的《红楼梦》中有所体现。那也就是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贵族的生活，也许并不仅仅是曹府的生活，或许还包括了纳兰家、平郡王家和富察家。这也就难怪在清朝时，有人认为贾宝玉的原型有可能是富察氏的傅恒，或者是纳兰性德等等。也是幸亏有曹雪芹这个朋友圈的存在，到了后世，通过这些人留下的诗集文稿，才从侧面证明曹雪芹原来叫曹詹，原来他是曹寅的孙子，原来是他写了《红楼梦》。所以如果要想否定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的话，首先你就要否定这些人出的书稿，否定脂砚斋的批语。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考一下。除了曹雪芹的朋友圈以外，还有一位文人也证明了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个人呢也很有名，叫袁枚，北纪南园的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非常明确地说到，是曹雪芹曹寅之子写了《红楼梦》。不过呢，他把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误解成了曹寅之子。袁枚是乾隆年间的文人，距曹雪芹的时间很近，而且他所居住的随园就是当年的江宁织造府的曹府。曹家被抄以后，曹府被雍正当做了礼物送给了新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故改名为隋园，隋朝的隋。后来隋赫德又被查抄，再之后就是袁枚买下了这个园字，改名叫隋园，把隋字就改成了随意的隋。袁枚对于曹家的身世是做了一番了解的。
曹雪芹的这本《红楼梦》最早是以抄本的方式是在朋友之间流传的，到后来就出现了续后40集的成稿本，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印本出现。一般来说，凡是说《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不详，曹雪芹是作者有疑义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看印本的，而看抄本的那些人，普遍都肯定这本书是曹雪芹所写。其实这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抄本在前，印本在后。抄本的这些人与曹雪芹关系密切，或者直接认识，或者通过朋友或者长辈介绍认识。而看印本的人，距曹雪芹的年代稍显久远，而且与曹雪芹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就难怪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其实之所以造成这么多的误解，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红楼梦》是这样的一本巨著，在当时也曾经造成洛阳纸贵，非常的流行，那为什么资料如此之少啊？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那时候写小说的和现在的作家那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的作家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清朝时期写小说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曾经分了诸子10家，这10家分别是道、儒、墨、明、法、阴阳，再加上纵横、农家、杂家、小说家。小说家排第10位。这还不够，班固还说诸子10家，其可观者9家而已。这9家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九流，三教九流中的九流。而小说家是什么流？不入流，甚至有可能是下流。而且班固还说，小说就是一些拜官所作，说的是一些街头巷闻之事。拜是零碎的意思，拜官就是那些管琐碎事务的小官。所以说呢，在清朝的时候，小说家的地位也不高。人们即使是喜欢这本书，是爱不释手，但是平时在公开场合中也不愿意谈论这本书。这可能也是关于《红楼梦》、关于曹雪芹的资料特别少的原因。通过曹雪芹的朋友圈，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关联，能够将曹雪芹与当时乾隆时期那些著名的家族、著名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工作呢，就非常有赖于台湾的一位学者黄一农先生的考证。通过黄教授的考证，我们发现曹家不仅是与纳兰家是世交，而且他们之间还是亲戚。不仅如此，曹家与富察家的傅恒，甚至与乾隆皇帝都有亲戚关系，很有意思。咱们先说纳兰家。纳兰性德、纳兰明珠先后去世以后，纳兰家的家主就是纳兰性德的弟弟纳兰魁绪。纳兰魁树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不过呢，他也是一个标准的八爷党。他与九皇子胤堂是儿女亲家。胤堂之所以这么有钱，能够给八爷党提供那么大的财务上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嫁女儿时从纳兰魁绪那里收到的巨额彩礼。据说是有800万两，那可是明珠家的财富。纳兰魁绪可能知道，如果雍亲王胤禛继位，将来一定会对他不利，所以他就提前想好了出逃之计。在雍正继位之前，他就死了。你有本事你来找我。但雍正也没放过他，将他原来的墓碑拆毁，换上一个新的墓碑，写下了12个大字：不忠不孝，阴险蹂佞，魁绪之墓。纳兰魁绪无子，他的弟弟纳兰魁兰又早逝，所以他弟弟的2个儿子就过继给了他，做了他的4子，分别是纳兰永寿和纳兰永福。纳兰永寿有2个女儿，纳兰永福有4个女儿。后来纳兰永福早逝，这4个女儿就与纳兰永寿的2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就都由他的哥哥纳兰永寿来抚养。这6个女儿就是纳兰明珠的曾孙女。6个女孩长大以后就都分别嫁了人，我们来看看她们都嫁给了谁。一个女儿嫁给了福秀。福秀是谁？福秀是福朋的弟弟，也是曹寅的女儿所生，所以他是曹雪芹的姑表哥或者是姑表弟。由此曹家与纳兰家就算是有了亲戚关系。又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傅恒。
据萧氏的《永献录》记载，傅恒是明氏婿。在当时来说，明氏指的就是纳兰明珠，说的是纳兰明珠的女婿，是曾孙婿。除了这段记载以外，还有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傅恒的嫡福晋是那拉氏。傅恒家曾经有一位教书先生，因为教授有方，当时傅恒的夫人就是他的嫡福晋，对他进行了奖励，奖励他一幅书画，而且还特别对教书先生说这幅画上呢，我的先人曾经做了一些题注，不过好在没有污秽画面，您可以好好收藏。这幅画可以证明是纳兰家族的收藏，所以纳兰家也就是傅恒的嫡福晋所说的先人。大家知道，傅恒是乾隆的孝纯仁皇后富察氏的亲弟弟，这样的话，纳兰家、曹家与乾隆也就自然有了亲戚关系。虽然说这种关系可能比较远，但还有更进一步的，纳兰家的6女之一还直接嫁给了乾隆，就是乾隆帝的淑妃，也就是《如懿传》里的那位淑妃。当然了，历史上真实的淑妃和《如懿传》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她确实是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出身于纳兰一族。照这样说来，福秀、傅恒、乾隆他们3个人都是连襟。福秀又是曹雪芹的表哥或者是表弟，所以曹雪芹与他们也就都有了关系。在以前的一部剧集《延禧攻略》中，我们知道傅恒的夫人叫尔晴，在剧中说她是出自于瓜尔佳氏，但实际上她应该是出身于纳兰一门。在剧中，尔晴与乾隆皇帝有染，其实并不是在这部剧中是这样说的，一直以来就有这种说法，包括我们看过的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其中提到了陈家洛与福康安长相颇似，就是因为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而乾隆与陈家洛又是孪生兄弟。按照正史记载，福康安是傅恒与他的嫡福晋所生之子，可野史上却说是乾隆皇帝与傅恒妻所生之子，而且还说得非常具体，是说那年富察皇后庆祝生日，身为弟妹的傅恒妻就入宫庆贺，在那里见到了乾隆，乾隆见其美色，在酒宴之际就悄悄地溜了出去，给他的弟妹上了一堂哲学课。富察皇后发现2个人同时不在了，觉出了异样，在他的弟妹后来又进宫朝见的时候，还特别点了一句，说恭喜妹妹了，意思呢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在之后，傅恒妻就诞下一子，名福康安，这个孩子实际上就是乾隆的儿子，这也就难怪乾隆对福康安一向是优待有加，从来没有异姓能封王的，但福康安却被封了王，而且福康安的哥哥弟弟都上公主为妻，成了额驸，只有福康安没有上公主。而当时乾隆确实有几个适龄的公主，但乾隆没有将福康安纳为额驸，这就不禁让人联想，乾隆不纳福康安为额驸，就是因为福康安姓爱新觉罗，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同姓不婚，自然不能娶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啊、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首先说，傅恒妻与乾隆勾搭是在富察皇后生日之际，然后生下了福康安，这点肯定是与史实不符的。福康安出生的年份与富察皇后去世的年份是在同一年，都是公元1748年。所以在这之前，不管富察皇后在哪一年庆祝生日，都不可能让乾隆整出一个福康安出来，因为年份不对，除非福康安出生在1748年以前。再有，按照清时的后宫的规定，除了宫中的妃嫔在生孩子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生母进宫探望以外，其他的时候他娘家的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宫的。再者，虽然福康安没有上公主，但福康安的儿子却是额驸。如果乾隆真的坚持同姓不婚的话，那么福康安的儿子也是姓爱新觉罗的，也是不可能上公主的。
从这一点上反而证明福康安和乾隆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综上所述，福康安是私生子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清朝末年以后那些文人们故意给乾隆添的堵。乾隆的淑妃最开始也是非常得宠的，她很快就被晋升了嫔，有了自己的主位。但不知怎么，她很快就失宠，在妃位上一直是停滞不前，直至去世。这或许与魏家氏，就是《延禧攻略》中的令妃崛起有关。虽然纳兰的后代无子，但纳兰家的这个6个女儿也将曹家、富察家以及乾隆一族联系在了一起。这或许也是纳兰性德当初没有想到的。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联系并没有真正的帮助曹雪芹。曹雪芹晚年的生活依然是非常的贫困，举家10粥9长赊。在这样的困苦之下，曹雪芹又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心情悲伤已极，终于在乾隆28年左右离开了人世，留下了《红楼梦》这部恢宏巨著以及宝黛的爱情。经历了尘世历劫的神瑛侍者，不知道是否会后悔这次的尘世之旅，不知他是否会回到他曾经去过的灵河之畔的3生石旁，不知是否还会见到那棵泪尽而逝的绛珠草，不知是否还会拿起甘露为他日日浇灌。也许宝黛之间的爱情本不应属于地上，这种至真至纯的感情本应属于天国。19世纪末期，德国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将它命其为爱神。2004年，人们将爱神星上的2座环形山分别命名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纳兰性德曾经说过：“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成环，夕夕都成绝。”天上之月倒真的不如爱神星上的环形山。贾宝玉和林黛玉这2座环形山可以做到环环相扣，无始无终，这或许正是曹雪芹所希望看到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